欢迎您收听民间恐怖故事。今天的故事呢，名字叫做路边的东西千万别乱捡。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家家户户都有了小汽车。开车在外的朋友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在路边看到一些被丢弃的衣物，这种东西你可千万别捡呀。司机在开车的时候千万别捡路边的衣服。当然呢，坐在车上的乘客也时常要提醒着司机，因为这关系到性命，可不是开玩笑的一件事儿。今天咱们要讲的故事呢，这个故事要从大客车司机开始说起了。雷姥姥就住在国道西边的一个村子里，平时在马路边上摆一个冷饮摊儿，撑一把大伞，卖一些饮料，卖一些冰棍儿。由于这个国道又称为京开高速，意思就是从北京到河南开封的一段高速公路，一般行驶的车速都比较快，出车祸呢也是常有的事儿。还记得7月份特别的炎热，烈日炎炎地沿着高速公路向远望去，路面上正在冒着蒸汽。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长途客车缓缓地就开了过来，停在了雷姥姥的冷饮摊前。司机打开车门，从车上边就走了下来，满头大汗，一脸焦急的神情，好像是出了什么事儿了。这车上边的乘客有的呢也跟着下来了，都在这雷姥姥的冷饮摊前买了一些冷饮，蹲在路边的树荫梁下就吃了起来。司机买了一瓶矿泉水，蹲在雷姥姥的遮阳伞下，边擦汗边抬头对着雷姥姥说：大妈呀，你说邪不邪？在这看着马路上车来车往的，可我坐在驾驶室里，这一路上我连一辆车也没看着，我是不是要出事儿啊？司机的表情略显焦急，似乎希望雷姥姥能够帮帮他。雷姥姥一边摆放着饮料，一边若有所思地说道：小伙子呀，你这是碰上脏东西了，搞不好你是要出事儿的。看这架势，你不撞死一个人，你是走不了了呀。大妈，这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我解决一下啊？我就是一个跑长途的，撞死人了，我可真担待不起啊，还有丢了饭碗。这司机呢，就哀求着对雷姥姥就说道：小伙子呀，你也别着急这个事儿，我呢也是第一次见到，不过我也听过类似的事情，解决的办法还是有的。可这么热的天儿，你带没带外套啊？外套？我带了，我驾驶室里边就有，新买的西服我还没怎么穿呢。哎呀，您只管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了。司机这一边擦脑袋上面的汗，一边焦急的就说着给雷姥姥看看。这司机还真是挺着急的。雷姥姥就告诉这个司机，就说：那你把那个外套拿出来吧，然后铺在前边的马路上，把这车上的人呢都叫下来，你自己开着车一直往前开，直到压到这外套为止。这个办法我不保管用，你试试吧。这司机听完之后呢，赶紧把车上的乘客都给招呼下来了，从这驾驶室的座位上就拿出了一件黑色的西服褂子，然后把这黑色的西服褂子就铺在了车前边10多米的马路上。司机坐在驾驶室里，仍然看不到路上这边上的其他车辆，就连刚刚放在马路上面的西服褂子也不见了。这司机全凭着感觉，慢慢的就把这车往前开。
这售票员站在车门上，一边帮司机看路，一边指挥着司机开车。这车呀，一点一点的就往前面开了过去，终于慢慢的压过来。司机铺在路上的西服褂子，车的前轮呢刚刚压过来这件西服，司机在驾驶室里呢就能看见外面的马路边上的这些车了。所有人顿时松了一口气。这司机呀跳下车来告诉乘客说没事了，招呼乘客们赶紧上车，然后跑到雷姥姥的冷饮摊前，非要塞给雷姥姥这500块钱，连说声谢谢。哎呀，雷大妈呀，要不是大妈您呢，今天呢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啊，这点意思您拿着。最后拉拉扯扯的，雷姥姥也没收下这钱。这司机呀只好买了一箱矿泉水，就当是照顾雷姥姥的生意，而且答应说以后路过的时候都来看您的冷饮摊来买这冷饮。司机拎着矿泉水转身呢，就向车走过去，走到车的前轮下，边弯下腰就想捡自己的西服。这时候雷姥姥就说了，哎呀，一个西服褂子呀就别要了，你要捡一个死人回家呀。雷姥姥冲着司机就不停地喊道。司机被雷姥姥的话呢吓得赶紧缩回手。原来啊，这司机刚刚压过的西服褂子呀就充当了是被撞死的人了。撞死的人呢当然不能带回家了。这司机回头冲着雷姥姥就笑了笑，招了招手，意思就是说我要走了呀，然后就上了车。汽车就启动，雷姥姥望着长途客车向北驶去，直到看不见为止。这时候和雷姥姥同村里一个捡破烂的老头就骑着一辆倒骑驴从南边就骑了过来，还没到雷姥姥的冷饮摊前，就看见这路上就铺着一件西服褂子。眼看着捡破烂的老头下来，往这马路上的外套就跑了过去，生怕有人跟他抢似的。雷姥姥想要叫住这捡破烂的老头，但是这老头不知道是不是这耳朵不好使还是怎么的，连这头也没回，就赶紧跑到了马路上，边捡起来扔在地上的外套看了看。哎，这衣服还不太脏，是件新衣服。突然呢，后边一声刺耳的刹车声，一辆满载砂石料的橘色大卡车在这马路边上呢射出了一道长长的刹车印。捡破烂的老头被撞飞出去很远，这手里边呢还拿着那件西服褂子。如果看见这一切，恐怕这辈子都忘不了。现场有人赶紧就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最后还没等到救护车来呢，这老头就已经没了气息了。因为那件衣服是死人，是个替死鬼，所以谁捡了谁就会倒霉。因为那个捡破烂的老头捡了衣服之后就是替死鬼了，所以他必须得死。这雷姥姥还说呢，说路边的衣服呀不要捡，因为可能是死人的衣服。好了，故事来自网络，不足为信。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订阅关注，别忘了